你知道吗？兵马俑1号坑中居然有个大洞，这个洞可不是简单的裂缝，也不是某次意外破损，而是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洞，穿透了整个俑坑的地面。一开始大家都猜测这肯定是盗墓贼的所为，毕竟谁会这么大胆，敢直接挖穿兵马俑的阵列？但如果你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你想想，这个洞的位置实在是太巧了，居然正好位于兵马俑的中央，而且它竟然还贯穿了隔墙。如果盗墓贼真敢这么大胆去挖，他得多自信，能一铲子下去精准避开8000个兵马俑，简直就像是电影里的情节，戏剧性十足。所以大家开始怀疑事情可能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而接下来的解释更让人吃惊，有人提出这个洞可能是某种后人墓。简单来说，这个地区早在兵马俑被发现之前，可能原本是一个村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埋葬的祖先居然在秦始皇的地下军队中。有个讲解员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是他们挖得再偏一点，历史也许就得改写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兵马俑的坑并不止这一个，竟然有多个。由此可见，过去2000多年来，可能每个朝代的普通百姓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动过手脚。对于他们来说，这片土地或许看起来不过是一块荒地，或是个墓地，可谁能想到，脚下埋藏的居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震撼的地下帝国。如果你将秦始皇陵与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对比一下，你会发现秦始皇陵的规模令人震惊。胡夫金字塔用了10万工人，花了20年的时间才建成，而秦始皇陵动用了70多万工人，花了30多年的时间。仅从动员人数和建设时间上来看，秦始皇陵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和难度极高的工程之一。甚至有人说，秦始皇陵的建造难度堪称史上最艰巨的墓葬工程。而当你再把秦始皇陵的规模与故宫进行对比时，或许会更加震撼。秦始皇陵的外城面积高达220万平方米，而故宫的总面积也不过是72万平方米。如果加上陪葬区，秦始皇陵的总面积甚至超过56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的大小。从占地面积来说，秦始皇陵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陵墓，而这个记录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打破。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问，这么庞大的工程，为什么竟然没人发现？几十万工人费尽心血，几乎耗费了一生的时间，修建了这么宏伟的陵墓，但周围的普通百姓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实际上，答案并不复杂，它背后或许藏着一个绝密工程。秦始皇的陵墓可能从一开始就被刻意隐匿了。你没听错，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墓葬，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工程。秦始皇为了让自己的陵墓不被打扰，做了很多极端的安排。修建完成后，相关的记录几乎完全消失，地面上的建筑也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土地恢复了原貌。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片土地不过是一块荒草丛生的地方，没人会去在意地下埋藏的是一个帝国的符号。今天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都是灰色的，但事实上它们原本是五彩斑斓的，只不过由于当时的保护技术并不成熟，一旦这些彩绘的表面接触到空气，它们的颜色就会迅速开裂脱落，几分钟内就像风化了一样消失殆尽。这就像是一张保存了几千年的彩色照片，刚一接触空气就变成了黑白。然而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考古学家们如今已经掌握了一些新的保护技术，现在部分彩绘仍然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或许未来我们有机会看到完整的色彩斑斓的兵马俑。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幅场景吗？整个兵马俑阵列不再是沉寂的灰色，而是鲜活的五光十色，仿佛穿越了时空，让我们一窥2000年前的辉煌。说到兵马俑的设计，每个兵马俑的面孔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表情从严肃到怒气千差万别，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曾有专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这些兵马俑进行扫描，结果发现竟然没有一张脸是重复的。这一发现令人震惊，也让人充满疑问，这些面孔到底是根据什么模型来制作的？是工匠凭空创作，还是以某些真实人物为原型？如果这些兵马俑的面孔真的是依据活生生的人物塑造的，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是普通的士兵，还是秦始皇精英部队中的成员，甚至可能是从各地挑选出来的样板人？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兵马俑远远不只是普通的陪葬品，
他们的设计和制造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仿佛是在复刻一支真实存在的军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发现出现在2025年，考古学家在2号坑中找到了一个惊人的新发现。第9过洞清理的战车未发现车轮，表明战车在埋藏时存在不配置车轮的情况。这也意味着这些战车所表现的更多是象征意义。有一种说法认为，战车是展示给地下的秦始皇自己看的。这支地下军队仿佛是秦始皇为自己设计的一场永恒的展示，即使他死后，也要以帝王的姿态掌控一切，威慑未来，威慑任何敢侵犯他地下帝国的人。这些兵马俑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真的是让人震撼不已。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脚下那座至今未完全揭开的地宫。你看，兵马俑只是我们已知的部分，但这座地宫才是整个地下帝国的核心。说到这儿，你肯定有个疑问，就没有人打过地宫的主意吗？有，而且史书上还有记载。相传项羽入关后，曾焚毁秦宫，掠夺咸阳。史记中提到，他甚至绝始皇帝冢，收其财物。而一些古籍记载更为夸张，说项羽当时动用大量人力深入秦陵遗址，财物多到数月难尽。这些记载是真是假，已经很难分辨，但他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秦始皇的地下世界很可能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被触碰过。时间来到现代，2000年前后，一项代号863的国家级探测工程启动，开始用遥感和物探技术重新扫描秦始皇陵。结果并没有带来答案，反而带来了更多疑问。在陵区范围内确实发现了大量异常扰动痕迹，包括不同方向、不同深度的道诀结构，它们像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痕迹叠层，层层交错。但问题是，没有人能确认这些痕迹到底通向哪里，更没有人能确认是否真的接近了地宫本体。而关于地宫，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水银。传说中，整个地宫被水银模拟成江河湖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听起来像神话，但现代检测确实发现陵区土壤中汞含量异常，这让水银防护体系的说法再次被推到台前。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地表异常，无法证明地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随着3维探测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更惊人的模型，地宫的结构可能是倒金字塔形状，底部呈正方形。想象一下，这个地下空间比任何你见过的宫殿都要宏伟壮丽。它分为9层，每一层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力。每一层的设计不仅是建筑技术的奇迹，更是古人对死后世界的一种奇异表达。但问题是，尽管科技已经能够通过遥感技术探测到地宫的整体结构，真正要开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地宫上方的封土厚度和水银的毒性几乎让任何接近它的人都难以生还。一旦开始开掘，所有历史遗产有可能在瞬间化为乌有，那将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就像翻开一页千年历史，结果却发现它已经被抹去。然而，科技总是不断前进的，随着3维全息投影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亲自进入这个地下帝国。想象一下，戴上 VR 眼镜，你就能仿佛穿越时空，亲临那个历经2000年封存的王朝遗址，看到水银勾画出的江河湖海，甚至亲眼目睹那些被埋藏的金银珠宝、青铜器，或许还有那传国玉玺。这将不再是简单的历史遗迹，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秦始皇的陵墓远远不只是一个王朝的埋葬地，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备份，一座存放帝国荣耀的永恒容器。每一次考古突破，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揭开这个巨大的历史谜团。我们也许将成为那个有幸见证这些秘密被揭开的时代的一部分。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秦始皇的地宫里究竟隐藏了多少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它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好了，今天的探索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会带你潜入更深邃、更不可思议的科学禁区。祝你有个好梦，晚安。